姑娘，你可醒啊！现在是在拍哪场戏啊？什么拍戏？姑娘，你昏倒在外面的雪地上，是舒大人给你救了回来。姑娘，你是不是伤得太重，失忆了？所以，我穿越了。姑娘，这是找什么呀？姑娘，镜子。姑娘，别难过。看来毁容也是真的。那我这肚子的怀孕，姑娘，你怎么知道自己已有2个月的身孕呢？好家伙，不仅穿越，还穿到了一个毁了容、怀了崽的女人身上。神仙啊神仙，你这是什么运气？阿贤，老师，好好写字。谢老师，这是什么药？这是草膏，这才知道。中了中了！苏老师，我本以为秦如良会顾念旧情，但没想到他竟然薄待于你如此。啊，听你这么说，这恋爱脑果然是要遭报应的哈。恋爱脑，恋爱脑是何物啊？哦，没事没事。对了，我昏迷多久了？也有1个月了吧？有1个月了。2、3、4。那今日岂不是秦如良纳妾的日子？阿贤，你也别太难过，大不了这将军府我们不去也罢。那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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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已经被欺负得那么惨了，反正我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，不然就借着将军夫人的这个身份，好好的替他报仇。哼，他，阿贤，你在说什么？他是谁啊？他也不重要，但是今日如果不在场的话，岂不是便宜了那对狗男女？走 ，Go Go Go！ 够够够！将军，这时辰不早了，柳小姐还在府中等着，不如将军先回去完婚吧。公主还未找到，我怎能放心回去？公主的下落就交给我们。那尚书之子本就想收柳小姐为妾，现在已经堵在了府衙门口了。请将军速速回去成亲，否则再晚了，怕是 hold 不住柳小姐。有消息立刻回禀。这什么时辰了？这将军呢？将军回来了。吉时到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不图对麦。秦将军今日纳妾，怎么没人通知？
将军今日纳妾，怎么没人通知我的将军夫人？沈贤，是你吗？你的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将军还会再关心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我被这姓柳的贱人划花脸赶出府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啊？是不是我没能死在外面？你很失望啊？也对，成婚不到2个月，另纳新妾，我被扫地出门还容貌尽毁，你们倒在这儿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秦玉良，你真是猪狗不如啊！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将军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仗着将军对我的喜欢，就不顾及公主的感受。虽不知公主为何这样说，但如今公主回来了，往后大家还是一家人。真是好一对狗男女啊，秦玉良，我以前真是瞎了眼，白白捧出一颗真心让你反复践踏，在你心里也早就对我有恨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为什么将这将军府的体面维持下去呢？秦玉良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若是公主能出了这口气，千错万错便都是梅武的错。梅武敬公主这盏茶，以后我们便以姐妹相称，新仇旧怨一笔勾销。姐姐你倒如何啊？好啊，既然妹妹都这么说了，如果我不答应的话，显得我太小气了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请叫我静贤公主。怎么，他给我敬的茶，我就一定要喝吗？秦玉良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，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家人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才是圣上御赐、明媒正娶嫁给你的夫人，不管你喜欢也不喜欢，都不重要，也没人在乎。但是他只要一日不知收敛，欺负到我头上的话，我便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这当家主母管教不听话的小妾，这种小事难道也要经过将军的允许吗？公主为何一定要羞辱我？我就是要羞辱你！怎么受不了啊？受不了去死啊！给我回房！秦如良，阿贤好歹是公主之尊，你便是这般僭越的吗？苏大人，你这是要插手我的家事？阿贤无家可归，又被人划伤了脸，差点就饿死在外头。若非将军冷落，你又怎会连他的下落都不知？更何况，阿贤现在怀有了身孕。他说的可是真的？是真是假有什么关系吗？从今天开始，这孩子有娘没爹，跟你更是没有半分关系。梅武，梅武，真是奇了怪了，这府上还有人关心我呀。姐姐，你白天不是还晕倒了吗？怎么晚上又有力气来找我麻烦了？公主这是什么话？公主既已有了身孕，做妹妹的自然要好生照料了。这是将军给公主准备的补药，将军一番苦心，公主可要收下了。他的苦心啊，看来虽然我怀上他的种，他也不会对我有半点心疼。这种事情还要让妹妹过来。将军本就不愿娶你，差我送这药过来，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。我劝公主想开些，能活着就不错了。
别妄想在将军府搅起什么风浪。是啊，你说的对。那既然我有如此大的恩惠，怎么放下！秋凉，你也会心疼人啊？那你心疼他，为什么就不心疼你的亲生骨肉啊？人都说虎毒不食子，你简直是铁石心肠。你这是发什么疯？是啊，整个将军府里就只有我会犯疯，也只有我最该死。可孩子是无辜的呀，人家不要吃眠给我喝堕胎药，现在还来质问我。将军，我不过是给公主送来了补药，公主却非说是堕胎药，没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？请将军明鉴。真是好眼睛啊！我北日这么眼不累吗？啊！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了，不想生这个孩子，我偏要生下来。如果日后你再敢对这个孩子动手，我绝对100倍、1000倍的还在你们俩身上。我说到做到。岂有此理！这丑八怪竟然欺负到我头上来了！夫人莫恼，香善有法子整他一整。呸！你竟然拿馊饭给我吃！得罪了柳夫人，还想吃好的，做梦！又是，大爷了大爷了。那苏大人给我的礼品也到了柳氏的手里。一个前朝余孽，用得上那些好东西吗？你以为将军还会再为你出头？夫人，夫人！幸亏我平日里吸过我，你这刁奴就是欠管教。今天我就要告诉你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夫人，将军，求给奴婢做主。赵妈一向是府里的老实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奴婢今日照常给公主送饭，谁知公主今日发了疯，拿筷子夹奴婢的手，还逼奴婢吃剩饭。奴婢不肯，她就要打伤奴婢的手啊！岂有此理！把沈仙叫过来。悠悠，恶人先告状呀！你口口声声说我这个主子虐待你，那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只字不提呀？奴婢每日勤勤恳恳，不知为何公主要为难奴婢。奴婢？你哪里是奴婢呀？你对我呼来唤去，恶语相向的，你才是我主子呀！你这手呀，确实是我弄的，但我为什么弄你，你心里没数吗？那馊饭难道不是你特意给我送来的吗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不是你送的，那你就是奉命送来的喽。奉谁的命呀？柳氏吗？还是秦大将军？沈仙，你休要胡乱攀咬。我说秦大将军，我好歹也是公主，就给我吃馊饭，那这怎么着也得治一个冒犯皇室之罪，按律当斩。夫人，我不想死呀！夫人，你是府里的老人了，竟做出如此胆大妄为的事情，就罚你半年工钱，免去洗衣房做重活。这就算完事儿了？妹妹，你也真是人美心善呀。不过你别忘了，他得罪的是我，应该由我来惩罚。那你想怎样？冒犯皇室之罪，需要上报到皇上那里，这一来二去的太费时间了，不如就由我来做主。今日就将这贱婢杖毙，扔出去。将军饶命啊！将军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将军！
疯女人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心狠手辣？张妈少说在府里也做了大半辈子，她一句话说杖毙就杖毙了。看来她已经确认这件事情同我们有关，日后会不会报复呀？谁说这事儿与我们有关？明明是那赵妈擅作主张。未来的日子还长，沈贤，我就不信我会输给你。你说，若是让这剪刀狠狠地划上一口，是不是就能让人心疼的紧呢？公主，你也终于见到公主了。那医院你怎么会来啊？是苏大人辗转找到了我，他说你加入了将军府，这才带我过来。玉燕是伺候了你10几年的人了，如今你身边也在缺人照料，有她在你身边，互相有个照应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太好了，李燕。将军，苏大人求见。苏哲，他还敢来？苏大人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听说我前些日子送的公主的补品都被你的妾室柳氏据为己有，如此一来，我就只能亲自将东西送到公主手上，以免有人偷龙走。苏大人大老远跑这一趟，就是为了这事？我特意过来就是为了告诉你，今后如果你让公主再受半点委屈，绝对不会放过。苏大人，不知你以何身份说出的这句话？你不过是沈贤过去的老师，而她现在是我的夫人，她过得如何，还轮不到你这过去的老师说话。请主良。生气了？哈，苏大学士不是一向都是温文尔雅的吗？或者是只有遇到沈贤，才会让你轻易视而不见？苏哲，我警告你，我秦如良的家事还轮不到你来管，你最好摆正自己的身份，适可而止。送客。这么多，苏老师真是破费了。苏大人对您可上心了，先前就一直送各种东西，吃的喝的，还有各种药方，都是苏大人向太医向您求来的呢。果然是他。对了，奴婢照着药方煎了几副安胎药，公主，您趁热喝了吧。怎么了，公主？这里面加了附子核桃仁，喝上半个月，怕是会有滑胎的风险。怎么会？这药方是苏大人向太医求来的呀。太医自然是不敢擅自做主，这当然是皇上的意思。公主，明日咱不抓这药了。不必了，药你正常按方子上的抓，但你把炉子搬到咱们院子里来，我把2味药挑出来，咱们再煎。是。马阵风把将军吹舞上来。终究是寂寞，忘却
这修容膏还真有效。当然好用了，这可是苏老师专程为我寻来的，我十分中意。你以为这是苏老师送来的？当然了，总不会是你送的吧？是，你是我的仇人，我怎么会给你送药？但是沈贤，你听好了，如今你是我的夫人，便不该与外男相交过密。秦如良，你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？将军，不好了！将军，沈贤，你又背着我做了什么？我一上午都在房里，我干什么了呀？没我的伤，难不成是自己伤的？你从前是那样的温驯善良，怎么如今变成了这般样子？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？如果我跟以前一样被人欺负，早就被你心心念念的梅武给欺负死了。放手！啊！公主，流血了，流血了！大夫，滚！秦如良，从今往后，我与你再无半分情缘。就算你跪在我面前，我也会狠狠地把你踩在脚底下。秦如良，我要让你看见沈贤，沈贤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如何了？禀将军，大夫说公主情况紧急，特意让我来问问将军，若是出了问题，是保大还是保小啊？当然是保大，沈贤绝对不能死。快去！是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公主，说呀，公主和孩子，母子平安呀！太医呢？太医已经在前厅候着了。快，随我去赤春院。公主醒来都没有问过孩子，你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担心有什么用啊？生死有命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孩子保住了，公主您不开心吗？那你说说，我有什么可开心的？这孩子生下来就有娘养没爹疼的，说不定还跟他那个爹一样狼心狗肺的。生下来便是要操心一辈子。怎么，你这丫头也要拦我？玉燕绝不让任何人伤害公主，将军也不行。玉燕，你以为我想来看你吗？如果你死了，我只会放鞭炮庆祝，如此才算大仇得报。是，我还活着，你很失望吧？但不光是我活着，你肚子里的这个也还活着，你气死了吧？哟，这一同来的是宫里的太医吧？看来皇上也不想让我死。秦玉良，你气死也没用。公主，可否让下官为您诊脉？怎么样，肚子里的可还好？敢问公主，这月余以来，是否是按下官开具的方子在服药？当然了，药都在医院那里，每天都是按照药方子里煎药。
有什么问题吗？看来我这孩子没事儿，太医你好像不太高兴啊。不，没有，公主是吉祥福瑞之人，胎儿得宝，下官替公主高兴。那这还多亏了太医开的药方，不然被秦如良那般家暴，这孩子早就该流产。既然是皇上派你来的，就回禀的时候替我传达给皇上，我跟孩子暂时平安无恙，多谢皇上关心。是。这次在府外险些丢了性命之后，醒来了，我便看开了很多，过去的一切我早就忘了。但这皇上终究是我血脉相连的堂兄，既是一家人，胳膊肘自然不能往外拐。所以，等我这孩子出生了以后，便跟着我姓沈。若是有幸为臣，必将为皇兄所驱使，为大楚效力。刚才我说的这些都记住了吗？下官记着。那回禀的时候一定帮我传达给皇上，这应该不违反你的职责吧？据书相报是下官应尽的职责。好，那我话就先说到这了。如果你知而不报，那回头见我跟皇上见面的时候，你就玩完了。下官明白。雨燕，沈杰，沈杰，你又在打什么主意？你在打什么主意？我不过是在自保而已。既然这将军府中无人可倚抗，我便拉拢皇兄为我依靠。你疯了吗？皇上虽然饶你一命，但你终究是前朝余烈，小心玩火自焚。你这是在为我担心吗？秦如良，你不要太好笑了。口口声声说要杀我为父报仇的是你，担心我玩火自焚的也是你。秦如良，你不会对我还情根深重吧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胆子有多大，你才知道吗？刚才这一巴掌就是要告诉你，不管曾经咱们有多少过去，从今往后，我都不会再留有半分情面。如果你再敢惹我，我不建议你鱼死。你以为就凭你这三小猫头鹰能拿得住我吗？我可没指望能拿得住你，不过但凡有机会，我绝对不会心软。我会将这刀子捅进你心窝子里去。如果我敢眨一下眼睛，就不是神仙。你就这么想杀我？就算你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了爹，也没关系吗？说的你好像很在乎这个孩子似的。秦如良，你是不是希望为你生孩子的不是我，是冷梅武啊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当他没你这个爹，反正你也不配。是不是觉得很恶心？其实我也觉得很恶心。要不是我醒来之后发现有这么个种，谁他妈要给你生孩子啊？好，喝的喝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我们走着瞧。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得空就过来看看，伤好了怎么样？每日按时抹药，已经好很多了。痛。将军。啊，你先好好歇息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将军，就不能留下来陪陪梅武吗？你放心，
我会给你个交代。将军怎的又走了？看来，就算我遍体鳞伤，他对我也没有男人对女人的那种怜爱心。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。将军当时答应娶夫人过门，还是因为尚书家的亡故少爷想收夫人为妾，出于道义才应下的。本想着这婚事既成，早晚有一天生米就会煮成熟饭，可谁知将军当真是柳下惠转世，美人在怀，也毫不动心。住嘴！将军夫人的位置迟早是我的，难不成那毁了容的沈贤还能做出花样来不成？将军恨他入骨，绝不会给他好脸色。可是夫人，奴婢还是有些担心。虽说将军和公主水火不容，可说到底，年少时也有过那么一段暧昧旧情。将军每次待夫人您好，都是当着大家的面，可到了人后，反倒客气起来。奴婢是怕将军心中还未彻底放下他。是吗？那就想个法子，让他彻底消失。听说将军昨晚去了柳氏那儿，香善那家伙恨不得全府的人都知道。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？一面想要栽赃于我，一面又想讨秦玉良联系啊。不过我听说他确实伤得不轻，可冤有头债有主，他总不去找真正伤他的人，非要找我们的晦气。也许根本就没这个人。听说公主大病初愈，妹妹特地带了些糕点。梅武，你勇气可嘉呀！这将军是不是忘了提醒你，没事的时候少来我这吃春园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不过是带些茶点过来，公主不至于不给我这个面子吧？坐啊。公主，来路不明的东西甚是。怎么会是来路不明的东西啊？这可是二夫人亲自给我送过来的。公主有孕在身，为了孩子也要小心谨慎。李燕，说什么呢？难不成梅武会在这点心里下毒，害我的孩子不成？不会的，梅武不是那样的人。就算不要脸，也要命啊，对吧，梅武？不过，就算是这点心没问题，那要是我吃了之后出了问题，梅武，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呀。公主说的是，梅武无论如何还是很惜命的。既然公主不信我，那我又何必抢着黑锅来背？走这么快啊？妹妹没在自己腿上划2刀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是胡说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将军久经沙场，如果连伤口都看不明白的话，不如卸甲归田算了。夫人，我看那沈贤就是故意吓唬咱们的。若是将军看出来了，为何当时不说？将军，坐。梅武，我来看看你伤好了怎么样？多谢将军关心，梅武已经好很多了。
其实那日与公主发生冲突，乱中也有伤到自己，将军也不必全怪公主。你若是不再刻意提起此事，或许我真相信了。将军，你听梅武解释啊！你与沈贤之间有何嫌隙，我没兴趣知道。但是现在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。将军，我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，你好自为之。我还有公务，就不陪你了。将军，将军不是憎恶那个女人吗？怎么忽然为了那个女人责怪夫人？沈贤，我这次定要将你斩草除根！大功告成。月，一会儿把这个挂门口去，越显眼的地方越好。狗不得入内。公主，你这是在骂秦将军和柳夫人呢。我就是要让他们看到，他们来一次我骂一次。去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这是公主画的。苏大人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到一会儿。苏老师，那我先给苏大人沏壶茶。哟，公主近日又爱画画了。我可不完全是靠脸吃饭的，我还是很有才华的。真是不错。公主若有兴趣，可以把这些画作拿去画社分发一下，说不定还可以挣一大笔钱呢。还有这种好事啊！公主若有兴趣，苏某可以。那说好了，如有得利，我跟你分成。那就先谢谢公主了。苏老师慢走。奇怪了，玉燕这丫头说沏茶去，沏哪儿去了？玉燕，公主，我家夫人请你去园中一叙。玉燕呢？她在哪儿？公主放心，她很好。我警告你，柳梅舞，你要是敢动我的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公主这是哪话呀？梅武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？你我共同伺候将军，本应和睦共处的。我本不想与你为敌的，希望公主也能放下旧怨呢。与我为敌啊？你还不配。至于旧怨，从来放不下的都不是我。还有秦如良，就他那么个人，谁稀罕跟你抢啊？公主嘴上这么说，却为什么还不走啊？走？走了之后，将将军府的一切都留给你吗？虽然我不要秦如良，但将军夫人的这个名分我还是要的，不然怎么永远压你一头啊？是吗？那你怕是没那个机会了。我就知道你们把我带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没安好心，要不是我没有心眼，我还真就让你们得逞了呢。你想干什么？将军不会放过你的。阿姐，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？你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就没有想过我不会放过你吗？我再问你一次，玉妍在哪儿？在厨房，你放了我吧。下去吧你！抱歉，
我还没有圣母到去救一个费尽心思想害死我的人，这池塘的水淹死，自己做吃不了，给我兜着走。早就听闻公主身边的丫鬟长得不错，今日总算是见到了。你快放我！是被公主知道了，看她不扒了你的皮！她扒我的皮，眼下她自身都难保了，搞不好将军府就没辙。你们把公主怎么了？你呀，还是别替她操心。那我趁现在还是会有办法。放开我！公主，玉言，别怕，我没事。公主，放心，这笔账我一定给你讨回去。朕听闻太医说，静贤公主的孩子命不该绝。尽管她在你府中过的种种不如意，但依旧是母子平安。臣照顾不周，请圣上治罪。降罪倒是不必，但有些话，朕要说在前面。大将军府中的家事，朕本不想过，若损及了皇家的颜面，朕便不得不管。静贤公主再怎么说，也是朕赐婚于你的夫人，凡事都要有个度。臣明白。退下吧。皇上，您当真相信静贤公主让太医传的话？秦如良兵权在握，若静贤和他的孩子能为朕所用，倒是不失为一种制衡之法。将军，求将军一定要为我家夫人做主啊！公主把我家夫人推进池塘，人到现在还没醒呢。什么？跪下！什么？我叫你跪下！是你疯了还是我傻了？让我跪你？哟，看来今天我不下跪，便走不出这个大门了。那你倒是给我一个下跪的理由。香善，禀将军，二夫人就是被公主推下塘去的，奴婢也是被公主给打晕的。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当然有话要说了。你刚才说是我把二夫人推下池塘的，你可亲眼所见？我自然是看见了。可是你刚才不是说我把你给打晕了吗？你又是怎么看见的呀？你先是把二夫人推下塘去，怕东窗事发，然后才把我打晕的。哦，那我把柳眉舞推下池塘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拦着呀？你在边上干嘛？看戏啊？尔等贱婢护主不利不说，还栽赃陷害，真是好奴婢的口样呀！奴婢没有栽赃陷害，奴婢说的都是实话。那你的意思是我怀着身孕，专门去把你家主子请到池边来，推他下去？可是我今天都没有出这个池春院的大门，你简直从头到尾就是颠倒黑白。你胡说！将军，这说了半天也没有可以下跪的理由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回去睡午觉了。将军，小人看到公主从池春院离开，往池塘走去。你看见公主离开池春院，此话当真？小人那日在花园里打扫，远远看见公主从旁边走过。那好，我问你，当时我身边可有人？有。谁？小人记不太清楚了，只记得当时那个人穿着一件浅绿色衣衫。浅绿色的衣衫啊？可是这件……现在我倒要问问你了，你为什么会在我身边啊？你特意去池春院找我，说要带我去找玉燕，然后把梅武一个人留在房间里疏于照顾，让她失足落塘。
然后你把这些罪名张冠李戴的推到我身上，真是胆大包天呀！明明是你引我们家二夫人去池塘的，我引你家二夫人去池塘的，那在我身边的应该是玉燕，为什么是你呀？那这么说，是你家二夫人引我去池塘边的。对了，今日莫名其妙的发现这玉燕被关在厨房里，这件事情不会也是你们串通好的吧？将军，已经水落石出了，这丫鬟满口谎言，是不是该请家法呀？来人啊，把这丫鬟拉出去，杖打30大板！将军，奴婢冤枉了，奴婢冤枉了，将军！我再问一次，梅武落堂究竟是不是你干的？我说了你会信吗？不信你又为什么问呢？我知你与梅武素有嫌隙，但无论如何，都不应伤人性命。伤人性命？他柳梅武伤我性命的时候，也没见将军这般义正言辞啊。他的命尊贵，我就该死是吗？一码归一码，你与香山争辩了这么久，不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我早就该认清，你这家伙是一点良心都没有啊！敢问将军，今天也要将我打板吗？有本事今天你就将我打死，不然你对我做的所有事情，我都桩桩件件的跟你讨回来。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彼此彼此，你不是早就想杀了我，为父亲报仇吗？你还敢提我父亲？怎么，秦如良，你真的敢杀了我？你这是在挑衅我！我就是在挑衅你。你敢把这刀子还下去吗？你不敢，杀了我，你便是违逆圣旨，这是在造反。哟，这都是在干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！还动起兵器了。秦将军，公主好歹是皇上御赐给你的夫人，你就是这般对待的吗？多谢公公救命之恩。公主这是哪里话？折杀咱家的。公公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总是惹将军生气，所以才让将军对我如此厌恶的。公主别难过了。将军，公主是弱女子，纵使不得将军宠爱，也不该这般对待。今早皇上才跟将军说过的话，将军这会儿就忘了吗？如良不敢忘。那便好，咱家日后还会来探望公主，若再被咱家瞧见什么，咱家可不保证会不会传到圣上耳朵里。哎呀，要不是肚子里有这么个种，我今天一定跟你不醉不归。把茶给我倒上。公主这次呀，好好灭了灭他们的气焰，就是将军也怕是有段时间不敢再来招惹公主了。你是不是觉得做一个不好不坏的人，比做一个烂好人更爽呀？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人，比做一个不好不坏的人更爽。就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人。玉燕，以后谁骂你不必骂回去，直接打烂他的脸；谁咬你也不用咬回去，直接敲碎他的牙，听到了吗？谨遵公主教诲。来，干杯！
公主，你最近好像变好看了，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吃藕？奴婢可没有这么说。你有没有？你就说我丑，哎，你才吃藕呢！哎，月，哎呀，还跑，我还抓不到你了，月，你才吃藕呢，真是的，哎。原来你并非是兵，只是对我才这般灵体冰冷。我这肚子有点疼。是不是孩子踢你了？奴婢不跑了。是呀，就是孩子踢我了，你还动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公主，你就放过我吧。奴婢刚做的点心，我给公主拿来。去吧。这时候要是有一盘袖子就好了。也不知道宫里那棵杏树还在不在。那个吗？我过来了！啊！谁？谁在那？你大晚上来我这干嘛呀？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没事，你就赶紧回去吧，这也不早了。整个将军府都是我的，我不能来吗？哦，我还以为将军觉得我这迟春院会去，不愿意太服散步。嫔妃这般想你，可我是这么想的。哟，这将军身上跟柳眉舞的晦气味一模一样，没什么事还是走吧，免得污染了我这迟春院。沈邪，你公主，你没事吧？医院来的还及时吗？月，你真是这个呀？公主，你说将军醒来会不会找我麻烦？你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？现在怕什么？可是，哎，别可是，走走走，他刚才也没看见你，打死不承认就好了。将军，将军，快醒醒啊！将军，快醒醒！将军，快醒醒！快醒醒！你笑什么？沈邪，沈邪，昨晚的事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？秦将军这话说的，好像我毁了你清白似的。是不是你打的我？奴婢昨天晚上一直在屋里给公主准备点心，根本就没出来过。可不是嘛，她一个小丫鬟怎么敢打将军啊？将军你找不到凶手，就来怪一个小丫鬟，这传出去可太丢脸。好，这件事我暂且不提。那门口又是什么东西？门口？哦，那是画。你骂谁鸡和狗呢？将军，你不会认为这是在说你呢吧？你是当我不认识秦柳两个大字吗？将军，天底下姓秦和柳两个字的人那么多，如果将军非要往自己身上安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别让我抓住你的把柄！
行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快回来吧。奴婢这不是觉得将军吃瘪的样子很精彩吗？哎呀，小丫头真是跟我学坏了。玉燕觉得这样很好，我从未觉得在将军府的日子这般有趣呢。对了，我没妩媚家伙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，不过据说池塘里有小龙虾，给他咬得不轻呢。小龙虾。夫人，再怎么样还是要吃饭的。厨房给夫人准备了药膳，夫人吃点吧。真是不识好人心啊！好好的一道美味佳肴，就让他给浪费了。改天我再给他4面盘子去。那怕是送不了了，这事儿已经告到将军那儿，将军已经下令不准我们再去芙蓉院了。真是扫兴。那就不去芙蓉院，咱们出府玩去。走，苏老师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不是你说的让我随时都可以过来找你吗？其实前段时间我也想去找你的。这是什么呀？你之前不是托我去书社帮你印发那些画作吗？这些是书社送来的第一批红利。这么多啊！公主的画作颇受市场喜爱，书社已经加印了册数，如今正风靡全市呢。看来我还是很有这方面天赋的呀。那当然了，从小我们公主做什么都是很有天赋的，所以你根本不必妄自菲薄。那不必了。咱们说好的，若有得利，我给你分红。你不拿我可生气了啊。你放心，现在将军府上没有人敢短了我吃穿。我攒这些不过也是为了备不时之需而已。我可不是离了秦荣良他活不了的人。但是我听闻前段时间将军府上出了点事儿，连宫中的公公都亲自出马了。阿贤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可一定要告诉我呀。嗨，都是小事，我能搞定。将军，公主又去苏府了。他这都在乱跑，你们就没一个人拦着吗？公主的马车我们也不敢拦呀。我亲自去找她。这个灯笼该换了呀。你今天去哪儿了？会有。我肯定是去会见夫了。就算是会见夫又能怎么样？你能3妻4妾，我就不能风花雪月了。你果然跟苏哲不清不白。说我就说我，别捎带别人。人家苏老师可是风光霁月，岂能有你污蔑？当着我的面夸外人，你不觉得不合适吗？清凉，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过那人啊？我爱干嘛就干嘛。好狗不挡路，给我让开！哎，家暴了！真是可怜我这怀胎6月了，我要上报到皇上那里。那天就苏老师生辰了，他帮我挣了那么多钱，我总得送点礼物表示吧。可苏大人府上好像什么都不缺。对啊，送一点他没见过的礼物。公主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这叫生日蛋糕，没见过吧？公主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
像是有点。将军不好了！将军，厨房着火了，公主还在里面。使不得呀，将军，这里边太危险了。不会做饭就别进厨房。把厨房烧了很高兴吗？我知道你厨房金贵，但是我在给人家苏老师做好吃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为了他，才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。要你管？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，就别回来了。遵命，秦将军。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生日蛋糕，生日快乐！哎呀，这肯定是刚才厨房火带到给烧焦了。哎，好吃吗？只要是你做的，我都喜欢吃，都好吃。哎，你刚才说厨房的火，可是将军府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也没什么，就是一不小心把厨房给烧了。啊？那你可有受伤啊？哦，我没事儿，只不过是毁了将军府的一个厨房而已，让秦润良他自掏腰包重建就好了，能让他出点血，也算是值了。你要我说你什么好？就算是置气，也不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！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天色也不早了，要不今天晚上我送你回去吧？苏老师，我今夜能不能住在你这里呀？我今天把话都放出去了，现在我再巴巴自己走回去，我脸都挂不住。苏老师，所以你就让我住在这里吧，好不好？那好吧。那你再多吃点，这么好吃的蛋糕，可不能浪费。沈仙，你当真不回来了吗？这么香啊！苏老师，你府上的厨子做的可以啊。这些都是我做的。咋了？看来你做饭这么厉害啊！你做的蛋糕也很好吃。你喜欢就好。好吃。这要是将来哪位姑娘嫁给你，太有口福了。你怎知我没有心仪之人啊？谁啊？是谁？快跟我说说，我好替你去跟皇上赐婚。阿贤，其实我……沈杰，跟我回家。秦荣良，你来干嘛？身为将军府的夫人，在别的男人府里彻夜未归，你不要脸，我将军府还要脸。你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是吧？苏老师，既然有人上杆子找罪受，
那咱们想想好，成全他。来，来吃一口。沈贤，听着呢。怎么，再这样就受不了了？那如果我再出去找几个貌美如花的，你岂不是要被气死了？你敢？我为何不敢？你要是死了，我就是将军府的主人。若是真有这么一天的话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不计前嫌，祝你一路走好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放手！你放手！跟我回家。我不回。他不想跟你回家。哎。秦如良，我跟你回去。阿贤，看在皇兄的面子上，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。至于这苏府，我以后再来便是。孙老师，今天谢谢你为我准备的早餐，我很喜欢。走了。哼！你给我站住！秦如良，你别蹬鼻子上梁。我答应跟你回府，可不是怕你，我只不过是不想让苏老师受牵连而已。苏哲，满口都是苏哲，你还敢说你们之间清清白白？嘘，我清不清白，你这么在意啊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副样子，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你好像很在乎我。是你说的，让我走了就别回来。那我真不回来了，你又在这大吼大叫的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夫人，门房说今早有人送信给夫人，问他是谁，他却不说。向善，备将，我要出城一趟。哥哥，妹妹，哥哥，真的是你。你这些年过得好吗？相府落败后，我举步维艰，多亏将军收留我，护我周全。哥哥，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？怎么今日才联系我？当年我们父相被辛迪所杀，我们全家上下都被流放至了北京。我也是费了很大一番功夫，才找了个替死鬼逃出来的。不过没关系了，我回来了。当年的仇，我要他们血债血偿。梅武都听哥哥的。梅武，这是你现在的名字？当时为了躲避风头，将军便为我换了此名，但是我叫柳千雪，永远都不会变的。我听闻那秦如良娶了静贤公主做她的将军夫人，那你岂不是她的妾室？也不知那沈贤给皇上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得以让皇上来给他赐婚。他虽不受将军的待见，却处处与我作对。妹妹不要担心，这个沈贤，我替你解决。公主，苏府的人到了，说是要接公主过府一叙。
老师，他怎么没跟我说过呀？这个老奴就不知了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找由头气一气就难成。这不是苏府，你带我来这干嘛？公主，你们是谁？帮你的人。分开吧，城门口会合。公主，让你是，给我追呀！他娘的，怀孕了还这么能跑？说我把她绑了。把救兵，对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奥夫人，人命关天，你为何不让我去寻公主？你都说了，人是苏府的人接走，要人问苏府要啊，跑在这跟我叫嚣什么？奥夫人，我知你与公主素来不和，但也不能趁着将军不在，你就挟私报复。好你个口无遮拦的丫头，我看你是皮痒了。哎，二夫人息怒，玉燕这丫头也是护主心切，才会如此的。二夫人息怒。救命啊，苏大人！苏大人！玉燕，发生何事啊？今日有伙人说要接公主到苏大人府上，半路却把公主接走了。玉燕实在没有别的办法，请大人一定要救救公主啊！可我从未差人去过将军府，此事定是有人故意为之。玉燕，你放心，我定不会让阿仙出事的。他们给了你多少钱？我给你双倍。别吹了。你在将军府根本就不受待见，不然怎么这么久了还没人许你？你知道我的身份？买你命的人都告诉我，我劝你省省力气，把我们哥几个伺候好了，兴许还能留你个全尸。大哥，你不热呀？所以现在我就是没有别的选择了，对吧？快来吧，小美人。哎，大哥，等一下，你要是想快活，你绑着手怎么行呀？我也想好好伺候大哥呀。有道理。哦，娘的，好吧！大哥，玩累了吧？吃饼。这废物，追呀！哦。看你还往哪儿跑！阿仙，
这帮人可真是铁了心要我命啊！这暗器都用上了。这暗器的制式好眼熟啊，感觉像是叶良的制式。不是吧？追杀我的人都从大楚派到叶良了？看来此次幕后之人一定对你十分熟悉，不然绝对想不到以我之名骗你出府。确实。但无论如何，司老师，今天谢谢你啊，不然我就真的想不出来。我绝对不让这种事情发生的。给我搜！沈贤，沈贤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！因为一个男人被骗出府，把自己搞成这副德行。秦将军慎言，阿贤是受歹人所蒙骗，如今九死一生才得以脱险。将军不去调查幕后之人，反而在这埋怨阿贤，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？阿贤，哼，你可叫得真亲热。沈贤是我的夫人，你有什么立场在这里说三道四的？是，你还知你是他的夫君。作为夫君，夫人遇险，却迟迟未能来营救。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阿贤恐怕早就遭遇不测了。你便是这样为人夫君的吗？苏哲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你们别吵了。秦如良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如果我今天晚上真的死在这里，你会不会对我有一丝愧疚，流一滴眼泪？救你，不过是因为皇上不想你死。你该不会真以为我会在乎一个杀父仇人的生死吧？很好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此生此世，我都不会妄想得到你的一丝怜惜。既然是仇人，那就做到底吧。苏老师，咱们走吧。将军，公主呢？你没把她带回来吗？她和苏哲回去了。雷武，沈贤刚入夜便被人掳走，为何夜深了你才报信于我？我怎知那伙贼人竟假冒苏府的手下？我以为公主去了舒府，哪知公主竟遭遇此等凶险，是梅武的错。阿贤，你在此稍待，我请大夫给你瞧瞧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的伤我自己知道，没什么大事儿。好，那就我先替你上药吧。很疼吗？没事，就一点点。好，那我轻一点啊。今天对不起啊，苏老师，把你当成给秦如良挡枪的。无妨，如果你需要我做这样的工具，我乐意奉陪。对了，今天那个飞镖飞过来的时候，真的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舍身要没有挡箭呢。以后不许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好，那这段时日你就在我府上养伤吧。那就有劳苏先生啦。皇上口谕，传大将军和静贤公主入宫一叙。怎么，将军可是有难处？臣领旨。
所以你来找我，是因为皇兄要见我。圣意不可违，我劝你速速随我进宫。好，我会给皇兄这个面子的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是你求着我回去的，不是我先低的头。司老师，这几日多亏你的照顾了，得日我再来看你。还愣着干嘛？走啊！今日进宫面圣，比不得在家里。圣上不希望看到你我针锋相对。你这是要我配合你秀恩爱啊？不行不行，想想我都想吐。就算是为了你的孩子，你也不希望因为一点小事引起圣上的疑心吧？秦将军，看够了没？走啦。参见陛下。敬贤身子重，就免礼吧。谢皇兄。敬贤呢？你脸上的伤可是好了？劳烦皇兄挂念，也多亏了将军的照顾，敬贤才得以恢复如初。我可是听说你和将军针锋相对，前段时间还舞刀弄棒的。没想到还是被皇兄给知道了，也没什么，这夫妻之间哪有隔夜仇啊？不过是前段时间将军纳妾，我这心里有些过意不去罢了。不过我们已经说开了，如良也并非薄待我，自然就和好如初了。以后呀，我们一家三口一定会好好在一起的。行啊，真见两人琴瑟和鸣，朕也就放心了。现在离开膳的时间还有一会儿，如良啊，你带敬贤去花园里转转。是。行了，这也没什么人了，不用再演了。没想到你这么配合我。停，我可不是配合你啊！你刚才也说了，是皇兄想看到，所以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这棵树还活着？我记得你最喜欢吃这棵树上的杏子，我帮你摘。都没这个必要。你以为我真的喜欢吃杏子？就算我喜欢吃，那这棵杏树和别的杏树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怎么还不明白？咱们俩现在是仇人了，不管是树还是杏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圣贤，你为什么要杀我父亲？我说你会信吗？秦如良，我曾经尝试过在你面前解释过，但是我解释了那么多次，结果呢？秦将军，今日公主不是和你一同进宫的吗？怎么没有和你一道过来？苏大人每日盯着别人的夫人，为人师表，就是这样做表率的吗？可阿贤现在未必想做你的夫人，他是曾经倾慕于你，
但他也不是傻子。你曾经那般对他，他对你的爱早就烟消云散。他对我是爱也好，恨也罢，他都是我将军府的人。苏大人，你不会还以为你还有机会吗？苏老师，你也在啊？皇上告诉我，今日你要进宫，也知道我曾经教导过你，所以便让我一同前来。还是皇上了解我，有苏老师在的话，我总算能自在些。这是皇上的眼线，你确定要在这里与苏哲这般亲近？我只不过是寒暄了几句，秦将军这也不行啊。那我就非要你看着，我倒要看看，在皇上面前，你敢不敢教训我？承蒙苏老师的关照，我才成长成如今的模样。这眼下也不便饮酒，那我就以茶代酒，敬苏老师一杯。皇上驾到！冬眠里，今日是家宴，大家不必拘束。敬贤呢？我知苏大人是你曾经的老师，今日便也把他请来了。听闻当日也是他从山贼的手里把你救下来的。正是，那日我被贼人所绑，险些丧命，多亏了苏老师第一时间相救。如此，苏泽救人有功，当赏。不过朕一事不明，敬贤遇险，为何将军府未能第一时间救人呢？哦，如良他忙于军务，自然是一切以大楚为先了。身为将军夫人，我也充分理解。此话也是不错。不过如良，你也要多分些精力照顾敬贤才好。好了，大家一起举杯吧。有刺客！护驾！护驾！放开他！想留他性命，那就把路给我让开！你以为你还能逃得掉吗？试试，是我先没命，还是他先没命？我让你走！别伤害他！阿贤，没事吧？传朕旨意，全城缉拿刺客。是。钱如良。你觉不觉得这个飞镖有点眼熟啊？和那日身上偷袭你的一模一样。难道上次跟这次行刺的是同一个人？禀将军，护城河中发现刺客尸体。这不是刺客，选个地方埋了。你若想确定飞镖的制式，问秦将军便好。他驰骋沙场多年，
自是能辨认出来。我可不想要求于他，这什么事都靠自己不行吗？对了，刚才铁器铺的老板已经确认了，那就是叶良的款式。可是叶良现在偏安一隅，为什么会突然没有理由的来刺杀皇上？此事颇为蹊跷，一时之间应该还无法辨认出来，看来只能从长计议了。也不知道这秦如良抓到了刺客没有？一晚上连个信儿都没有。昨夜他为了救你放走了刺客，皇上为此正在气头上，你可是在担心他？我担心他干嘛呀？这世上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担心他。一夜过去，将军可找到刺客所在？刺客狡猾，留下一具无名尸体便销声匿迹了。不过我已让护城军关闭城门，想来他也逃不掉。将军昨夜本可以生擒刺客，却为了救阿贤，放弃了手到擒来的机会。你若需要帮忙，尽管开口就是。捉拿刺客本就是我武将的职责，若是沦落到要你这个文官帮助，那我岂不成了全大楚的笑柄？秦如良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人家苏老师也是好意，不必出言行。是啊，他凡事都有你护着，当然不会受委屈了。但是沈贤，你别忘了，这里是皇城，若是让皇上知道你我恩爱只是做戏，那便是欺君的大罪。你确定你要你的苏老师牵扯进来？没错，我确实不应该把我的苏老师给牵扯进来。苏老师，那我就先同秦如良回府，苏老师多保重啦。你先回府吧，我还要去寻刺客的下落。你特意送过来？外面不安全，这几日不要出门了。刺客的事，你也不用管。小心！秦如良，谁让你替我挡飞镖的？我可不想再欠你一条命。你我之间早就已经分不清了，不差这一次。你别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。我没想要你的原谅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让你死在我的面前。秦如良，秦如良，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秦如良，将军，将军，快去叫大夫！愣着干嘛？快来扶呀！美丽啊，相思而活。爱若能看破，终究是寂寞，忘却了前。夫人，您可知将军今日是如何受伤的？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？将军今日本是在城外追捕刺客，却特意将沈贤送回来，就是在将军府门口替沈贤挡下了那枚飞镖。将军竟然为他挡下了飞镖，将军不是一直对他恨之入骨吗？夫人，您可要当心了。沈贤以前不得将军宠爱，由他自生自灭，可如今他不知给将军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将军竟不顾自身安危也要救他。夫人，你要做好准备才行啊。知道了。
夫人，您好好休息吧。香扇退下了。千雪，是我。哥，你受伤了，我去给你找大夫。回来。不叫大夫的话，你会死的。你若是去找大夫，怕是你我都要死。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怪就怪我行刺狗皇帝未能得手，又被秦如良那小子所伤。如今城门紧闭，护城军全城搜捕，走投无路，才不得不来偷偷检选你。昨夜宫中的刺客是你呀？若非齐如良从中阻挠，昨夜我便报了副相的大仇。哥，你别乱动，我去给你包扎。你放心，我落个脚便离开，不会叫你受牵连。你是我的亲兄长，怎么能说是牵连呢？你安心在此养伤，我想个法子替你转移视线。你所言当真？陛下，奴才不敢下说。刺客行刺那晚，奴才确实看到静仙公主与那刺客交谈。依我看，两人似曾相识。岂有此理！朕好生待他，留他一条性命，他竟是恩将仇报。来人，朕要亲至将军府打人。照我说的做，事成之后我再给你双倍。怎么，还嫌不够吗？可那沈仙终究是公主之子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不是还有个老母亲等着钱治病吗？还犹豫什么？冤有头债有主，静贤公主，你可别怪我。要怪就去怪二夫人吧。不知皇上大驾光临，臣等有失远迎，望皇上恕罪。来人，朕将静贤公主拿下。是。沈贤犯了何罪？请让皇上亲自上门问罪。秦如良，朕便信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有人目击静贤公主与当日的刺客相识，并且在御花园和刺客详谈。秦将军，你说朕该不该赐他一个谋逆之罪呀？这其中定是有误会，沈贤绝不是谋逆之辈，请皇上明察。秦将军，你就是这般护短吗？既然你说静贤他没有谋逆，可有证据啊？臣有。这枚镖是当日臣在将军府之前即沈贤挡下，与行刺皇上的一模一样。若沈贤与刺客勾结谋逆，又怎会遭到刺客刺杀？此事定是有人栽赃陷害，请皇上明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作何解释啊？说，到底是谁指示你的？皇上饶命，都是柳二夫人要挟奴才这么说的。奴才并非有意要害静贤公主啊！你胡说，你撒谎！我日日都在将军府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我如何去皇宫威胁你？二夫人以重金相诱于我，还说拿奴才那病重老母亲开刀，奴才若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啊！皇上！
好你个狗奴才！事情败露就拉旁人下水。我与静贤公主以姐妹相称，我为何会害她？够了！朕还在这儿，你们就这般相互攀咬，可还把朕放在眼里？如良，今日之事，应该算是你的家务事。不过，竟然蒙骗到了朕的头上，朕就不得不管了。来人，在，将这小太监和柳氏拉下去杖毙。是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将军，将军，求你救救我！将军，将军！皇上，梅武自幼无依无靠，缺乏管教，请您念在他是初犯的份上，饶他一命吧。人都说秦将军宠妾灭妻，看来传言果然是真的。这柳氏污蔑敬贤，不惜以身犯险，你不替敬贤讨个公道，却要替他说话。敬贤，你说，朕该如何处置啊？既然将军那么不想让柳氏死，就随他的愿吧。好，朕今天就给敬贤一个面子，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逃。这50大板是逃不掉的，秦将军，你可要带他受过呀！臣令罚。走。你们不要打将军，不要打将军！公主，您真的不去看看将军吗？还有柳梅武照顾着，我去凑什么热闹？将军这次确实帮了，不然皇上就要抓您问罪了。是啊，他是帮了我，可他也替柳小姐领了责罚呀。这柳梅武做出那样的事情，他还是给了他包容，而我呢，这辈子也得不到这种待遇。公主，你很难过吗？难过什么呀？我有什么资格难过呀？我跟秦如良早就不可能了。叶，没什么事的话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沈贤啊，沈贤，难过什么呀？这臭男人根本就不值得。将军还没醒吗？还没呢，昨夜爆炸后的伤口今早又裂开了。将军今高热不醒，伤口又发炎了。不能再耽误时间了。这样，你快去请太医，快去！公主，您终于来看将军了。他的伤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药换了无数遍，还是不得好转。将军上回肩上挨了飞镖，如今伤上加伤，都烧了好几天了，每天迷迷糊糊的，只唤公主的名字。叫我的名字？奴才还要给将军煎药，公主可否替奴才照看将军片刻？哦，你去吧。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成现在这样，躺在这里？沈贤，你为什么要杀我父亲？为什么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没有派人杀你父亲，你可曾相信？
好。我就是过来看看你死了没有，你别以为我在担心你。我知道，你恨我入骨，巴不得我早点死。让你说，那天你为什么救我？如果我死了，你大仇就已经报了，为什么不将计就计，让皇上杀了我？不是你做的，就不应该给你治罪。那你父亲也不是我杀的，为什么不信呢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让我如何信？证据，你只认证据却不相信我。如果你真的信我的话，你会自己去查的，就不会把一切都推给我。你永远都是这样，永远都认为自己是对的。将军醒了。将军有你照顾就好，我就不在这里。公主，你这几日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你又被柳氏算计了呢。我才不会像你那么傻，被人抓到要打报警。说起来，这几日是未见到柳氏，平日里将军有事，他都是第一个呼来喝去的，这几日倒不见了踪迹。他没去照顾秦如良吗？前几日在，这几日嘛，都是小厮在照顾。柳氏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，这倒有些奇怪。约，你去芙蓉院看看，看看那姓柳的又在搞什么坏事。是。可探到了什么？芙蓉院当真蹊跷。什么？听那边的仆人说，柳氏近日称病不出，谁也不见，说是得了水痘，房里一盆一盆的血水往外端，怪吓人的。水痘能出这么多血？奴婢也觉得奇怪，可那边的人都这么说，许是老天有眼，叫他浑身上下都长了水痘。我可不信什么报应，对付坏人就应该主动出击。哥，这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了，好好休养一阵，便能康复了。千雪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哥，这是什么话？这都是千雪该做的。那杀千刀的秦如良，待我伤愈，定要他偿命。对不起哥，弄疼你了吗？千雪，你不会真爱上秦如良了吧？我当初将你安插在他身边，就是为了在京城留一个耳目。如今负向的仇未报，你怎可以对他动真感情？哥，我们的仇人不是皇帝吗？你能不能放过如良？放过他？我放过他，他可会放过你？你不要忘了，他当初都做过什么。如果有一天他知道全部，你怎么在将军府立足？谁？也不知那人听到了多少，该如何是好啊？看来将军府也不能常待了。千雪，你放心，我有办法不留你。公主，你怀着孩子，怎么还能跑这么快？要是这点刺激都经受不住的话，他就不配做我身前的孩子。公主，你方才可听到了什么？没怎么听清楚，但柳梅府房间有个男人，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男人？这柳氏胆子也太大了些吧？那公主打算怎么办？告诉将军？不，他今日应该会猜到是我。如果现在我去告状的话，反而会被他倒打一耙，不划算。那公主是想，既然主动揭发不讨好，那就让他自己先原形。将军，身上喝了吧？
明良，好，公主来了。今儿没你什么事儿了，出去吧。是。怎么？就算我想让你死，也不至于亲手在你碗里下药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以为你不会再来。是啊，我也以为我不会再来了。这不是有事要跟你说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自然是你爱的梅武了。听说柳小姐生病了，病得还不轻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将军府上的女主人，所以我来找你，咱们一起去看看她。你一向和梅武举鱼，怎么突然关心起她了？我知道在你心里我是个非常恶毒的人，我这偶尔发一回善心不行吗？赶紧来，喝了咱们去福院。真是不中用。是你？不想他死的话，就让我离开。同样的手段，你觉得我会妥协2次吗？这么说，你不在乎他的生死？别过来，躲远点。没事吧？梅武，梅武！公主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我听闻芙蓉院里遭遇了刺客，还劫持了柳氏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受伤的是柳梅武，不过经过此事，他倒是堵住了我的嘴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这一出口气倒是高明，将之前自己犯的所有错误都淡化，最终情人还是回到了他身边。而我倒是出力不讨好呀。可我听说那柳氏也中了毒，倘若他真的和刺客是一伙的话，未免对自己也太狠了吧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牢，他柳梅武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只不过这到底是助纣为虐，还是受人胁迫，就不知道了。但这一仗无论如何都是他赢。公主，他要赢就让他赢一回，就这也改变不了他是咱们公主手下败将的事实。公主，咱不跟他置气，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当的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公主要好好保重身体，就快要到产期了，公主一定要先好好生下孩子。刺客歹毒，竟在你的肩上淬了毒。将军，我怕。别怕，梅武，我定为你寻来解药。将军，这就要走了吗？你的解药怕是不易寻得，我得早做准备。就1碗，将军连1碗也不愿意给我吗？沈仙今早也受了惊吓，她就要生产了，我得去看看。总之，你好生休养，我会晚些再来看你。沈仙，你便这样也忘不了他，即使他是你的杀父仇人，你还是要去关心他。
沈仙，我一定不会让你生下将军的孩子的。将军，有个大夫要见您，说有要紧的事儿相告。请他进来吧。见过将军。先生可是有本将军要找的解药？此次前来是另有一事，就是公主的事。公主可是身体有恙？将军可能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公主流落府外之时，便是老夫第一个诊治的。原来是先生救了公主，请受在下一拜。这不折杀老夫了吗？老夫不敢呀。你救了沈贤，那就是我将军府的恩人，受得起这一拜。将军对公主这篇情深意重，倒叫老夫不知还该讲不该讲了。先生，但说无妨。若是我说公主被救之时尚未有孕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公主她明明就有孕在身啊！老夫所言句句属实。那时我被舒大人请到府中与公主诊治，公主体弱多病是真，但的的确确尚没有身孕呐。不可能！如果她那时候没有身孕，那现在……我只是说公主被救之时尚没有孕，并没有说如今公主的身孕是假的呀。不过这件事儿，我想一直烂在肚子里。可是瞒着将军，我心有不安呐，不能让将军蒙在鼓里，特此前来禀报。其实公主是流落府外之后才有身孕的。那段时日，她与舒大人一起同进同出，相当亲密。老夫虽不敢断然，但公主腹中胎儿绝非是将军的呀，绝对不可能！太医也为她诊断过，她的的确确是有2个月的身孕。公主出身宫闱，收买几个太医也不是难事，无非是将自己的胎儿说大1个月。待到临产之时，也不会相差多久的。秦如良，你没事跑我这来做什么呀？你就没有什么要与我说的？没什么呀，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？是，你什么都不说，就从府中消失，又什么都不说，就突然杀了回来，连我也不知道你究竟有几分是真，几分是假。沈仙，把我当傻子一样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你很有成就感似的。秋良，你一大早发什么疯呀？根本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干什么，秋良？放手！你老实告诉我，究竟是不是我的孩子？你说什么呢，秋良？啊，你是在怀疑我红杏出墙了是吗？你要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你就直说啊！我一个人也不是养不起，不用编这些来羞辱我。羞辱？你也知道这也是耻辱的事情。你有胆子和苏哲搞在一起，却没有胆子承认。你有病啊你！胡说什么呢？你和苏哲暗通款曲，到头来让我当这个便宜爹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我的感情，我的心情，从来没有在乎过，没有。秦如良，你放手！放手！放开我！再也不要回来了！你干嘛？秦如良，就走得远一点，也不想再看到你的孩子。
可是你的身子。用力啊，公主，用力，用力，公主用力啊，公主。送啦送啦，是那个小公子。今日多谢苏大人救命之恩，请苏大人受于晏一拜。你快起来，阿贤的事情我义不容辞。于晏，今天究竟发生了何事啊？将军，公主生了个小公子，母子平安。公主和小公子此刻正在苏府呢。我知道了，退下。是。秦如良啊，秦如良，他们才是一家三口，有你什么事？将军，找到给二夫人解毒的法子了。别害怕，我来只不过是要件东西而已。府里那位刚生下孩子，胎医还在你这儿吧？你要胎医做什么？本来也是不泻药的，谁叫他能做我家夫人解毒的药引？交出来，不为难你。阿贤，你醒了？哎呀，小心！你身上怎么这么疼呀？你刚生完孩子，自然是疼的。原来是卸货了。我说这身上不请假是什么？孩子正在乳母那里喂奶，等会儿抱过来给你看。公主醒了。公主，你真的吓死我了！若不是苏大人经过，于晏真不知该怎么办了。好了，于晏，别哭了，我这不好好的没事吗？还有一事，于晏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，方才我婆告诉我，香山把姑娘刚落下的胎医抢走了，说要给柳梅武做药引。天下哪有这种毒，偏偏要用公主的胎医才能解，这摆明就是欺负咱们呀！看来我和孩子在他心里也就这点价值了。阿贤，那秦如良如此待你，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回去的。不回去了，我要跟他和离。沈贤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为什么没脸回来啊？不仅我要回来，我还要带着苏哲一起回来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我当真没有见过比你还下贱的女人。红杏出墙，被我逐出府去，居然还堂而皇之的带着奸夫当面示威。是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非要给自己戴绿帽子，我也不拦着。你说这孩子是我跟苏哲的，那就是。反正你也不配做我孩子的爹。你别生气，先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不然我会觉得你这是爱而不得，因爱生恨。你今日来到底想干什么？既然你这么直接的问，那我也就开门见山了。秦如良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静娴公主今日正式休夫，从今往后我们恩断义绝，不复相见。你记住了，是我休了你，可不是你休了我。往后呀，我跟苏哲会在一起，幸福美满的过一辈子。
阿邪，对不起啊，苏老师，又把你给牵扯进来了。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连累了你，刚才我又说出那样的话，这以后你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无妨，你怎知我不是甘之如饴？苏老师，你总是惯着我，但我却总是做出一些对不住你的事情。哎呀，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见到那秦无良就说出一些不太清醒的话，一心想着气死他，但是却没想着苏老师你以后该如何自处呀。对不起。你的意思是，刚才你所说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弃秦如良吗？难道你就没有半分真的想说的话吗？苏老师，你是我的授业恩师，我怎么能不尊师道重呀？并且近日沈贤多亏了苏老师照拂，我也不敢再麻烦苏老师了。原来如此，现下你和孩子都没有一个落脚之地，近期你就在我府上住着吧。那看来也只能是这样了。不过苏老师你放心，等我找到了新的落脚之处，我就带孩子离开。谢谢苏老师。啊，没事儿。这些让下人去做就好了。你一个公主，何必这样为难自己啊？一个针管而已，别那么紧张。再说了，这别人做的和他自己娘亲做的那能一样吗？哎，今日是中秋，我带你去灯会逛逛吧。中秋节？哦，对呀，你看我这脑子我都忘了，今天是中秋节。可以，反正也好久没出去玩了。孩子还太小，就留在府里，我呀让玉燕照看着。也成。走。那部面具还挺好看的，咱们去看看吧。真是巧了，公主和苏大人没带孩子一起吗？孩子还太小，怕他着凉，所以就留在了府中。原来如此啊！本儿还想看看孩子跟苏大人长得像不像呢。你先逛吧，我回府。将军，怎么还有人愿意自毁名声的？苏老师，你这以后怎么娶亲呀？若我不娶，就等你愿意嫁给我为止。苏老师，你说什么呢？阿邪，我有话想跟你说，我不想再瞒你了。阿邪，我心悦你。苏老师，别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，从很早以前我就已经心悦你了，只是那个时候我是老师，你是学生，所以我将这份心事放在了我的心底。苏老师，你知道，我博览群书，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教给你更多。我努力习武，也是为了保护你。只可惜，在宫变的时候，我没能在你身边护你周全，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你嫁给别的男人。你知道我多懊悔吗？懊悔我没有早一点告诉你我的心意。现在，你和秦如良已经和离了，我请求你，能不能回宫中再来看看我？好
先把手松开。你不必现在给我回应，但你想清楚，无论是什么结果，我都接受。圣旨到，秦如良接旨。北境骤起战事，叶良军突袭拿下我大楚边塞，朕特命秦如良为镇北大将军，即日北上出征，荡平敌寇。钦此。臣领旨。将军辛苦了，不过还有一件事，皇上吩咐咱家要亲自与将军讲。秦如良，你来干嘛呀？公主啊，是咱家托将军带我来找您的。那公公你又来做什么呀？咱家听闻公主带着孩子在苏大人府上做客，便过来看看。恰好皇上近日问起孩子，想要见见，不知公主可否让孩子进宫住一阵？皇上想要见孩子？是啊，这不是秦将军要出征了吗？皇上担心公主一个人带孩子太过劳累，便想着分担一些。公主若是想孩子，亦可进宫探望。公主允还是不允呢？我岂敢拒绝皇上的好意啊！公主放心，皇上定不会亏待了孩子。别怕，妈妈永远在啊。不要太难过。你要出征，所以害得我们母子分离。皇上担心我操劳过度是假，要挟你是真吧？他名义上还是你我的孩子，大战在即，皇上不可能不防着我。我今日便要走了，你是不是希望我战死在沙场？愚公，我希望每一位将士都能平安归来。于私，你的生死我早就不在乎了。哎，没什么。今日我进宫带你去看孩子吧，走。衣服、玩具，还有他喜欢吃的，都带了。阿贤，现在越来越像你了。我本来就是他娘亲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长大了。
听闻宫中是正妃在照料孩子，正妃温婉和顺，她很喜欢。那就好。静贤公主，静贤公主和苏大人这是要去哪？我去正妃那儿看看孩子。公主，这恐怕不大方便。为什么呀？不是公主你说的，我可以随时进宫看孩子吗？是，只不过正妃近日身体不适，恐不能招待公主。公主，还是请回吧。公公，那咱们改日再来看孩子。请。皇上分明就是不让我见孩子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不过阿姐，我是常会进宫给皇子公主们上课，到时我寻个机会给你看看孩子。那就麻烦苏老师了。阿姐，怎么样？他见到孩子了？见到了，就马上。你先说他怎么样？也是巧了，正妃的小皇子正好也是我的学生，我便借故给他温习课业，到正妃的住所走了一圈，正好碰到正妃带着你的孩子出来走动。那他在宫里可还习惯？可吃得好，住得好吗？你放心，宫中不会短着孩子的，而且正妃非常疼爱他，爱不释手的。正妃还跟我说呢，这个孩子特别乖巧，从来不哭不闹。这边好。来，苏老师。我还听说，这个孩子虽然只有几个月大，但是力气特别大，每天晚上都蹬被子。听说正妃啊，还专门找了一个小宫女，想给他盖被子呢。这孩子倒是像我，从小就爱踢被子。谢谢你啊，苏老师。谢什么？你开心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哎，说起来还没给他起名字呢，这大名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。小名。小腿儿，小胳膊小腿儿，就爱踢被子，怎么样？小腿儿，那还挺可爱的，是吧？回头我见着他，我就跟他说，这是他娘亲给他起的，我看他喜不喜欢。这个秦如良，朕派他去北境，他便这般敷衍朕吗？皇上息怒，息怒啊！这都多少天了啊！北境城池还未收复，我看他秦如良是这么多年养尊处优，忘了这仗该怎么打了。皇上，如今朝野上下，只有秦将军才是平定北境的最佳人选。皇上不妨再给他一些时间，以观后效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小腿儿可喜欢我给他起的名字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他不喜欢啊？今日我未能进宫，宫中的公公说我是个外官，所以不宜进出后宫公子。教导皇子和公主特殊的差事也交给别人了。你在宫中教书那么多年，突然不允，我知道了，那定是皇兄的意思了。今天我在回来路上得知了一个关于北京的消息，可想知道？你说。北京传来军报，秦如良未能收复失地，皇上听了十分震动。
那便是了。其实皇兄一直都知道是你在替我探望孩子，如今秦如良未能取得大的战果，便迁怒于我和孩子，不让我们相见。阿贤，你也不要太过忧虑了。即便皇上现在对秦如良很不满意，但是他肯定也不会教推怎么样的。这个我倒是不担心，我现在更担心另一件事情。你说这叶良之前一直在北方生活着，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的，他为什么一夜之间突然就变了，一下抢走咱们那么多要塞啊？此事我也觉得蹊跷。按理来说，这叶良兵力不强，更没听闻有什么绝世之才出山降世，怎么瞬息之间变成如此势如破竹之态？苏老师，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。你说之前想要杀我的人和想要进宫行刺皇上的人，会不会与此事有关啊？你的意思是，这叶良一夜之间这么厉害，会不会是有什么人跟他们泄露了什么秘密啊？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咱们大楚怕是招架不住呀。你的担心不无道理，这也就能解释为何秦如良赴北京多日却无法取得战果的原因。是啊，秦如良也会有危险。你担心他？不是，我不是在担心他，我只是想知道这幕后到底是谁在搞事情。哎呀，这仗早些打完，我才能见到我的小腿啊！如今大军被围，我们必须找机会突围。陈将军，你率军从左翼突袭；狄将军，你率军从右翼接应。我率一支轻骑，为你们吸引敌军主力。是。秦将军，放下武器，你已经无路可退了。你是个好将军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秦如良是死的不会做叛徒。好，秦如良，你可知你今日为何会溃败至此？你突围的策略本是绝佳，可惜啊，已经有人提前透露给我了。原来你提前在我军中安插了奸细。我们叶良军一路势如破竹，光靠那1、2个奸细肯定是不够。最主要的还是你们大楚北境边防图啊，让我们叶良军如虎添翼。你究竟是谁？反正你都要死了，我不怕你知道。是你？你的意思是大楚有人投敌献图？臣目前只是猜测，但此事关系重大，还请皇上早日下旨作战。好，此事就由你来彻查，但记住，不要打草惊蛇。臣明白。大人，之前我托大人查的事儿，可有结果了？苏大人上回问我北境边防图之事，我特地去查了卷宗。近20年，凡是接手过卷宗的人，名单就在上面。柳伯文，前朝柳相。正是。这图之前一直都在柳相手上，柳家因反叛之事被治罪，这图便不见了踪迹。我听说柳家南京就是被流放北京。不错，柳家独子柳千鹤就在其中。不过听闻他因受不了北境的苦寒，没多久便死在了边境。事情就是这样，阿贤，你真的觉得柳千鹤已经死了？我虽不敢断言，但如果是柳千鹤的话，好像一切都说得通了。你的意思是，
这件事情和柳千鹤有关。流放北境，假死脱身，隐姓埋名潜入大楚。这先是想要了我性命，后是刺杀皇上，再者又是把柳梅府留在了房间。合着这2个人演了一出双簧，把咱们所有人都蒙在鼓里了。他若有反心，又有北境边防图在手，不成就是他勾结叶良，暗中献图，指使我大楚兵败如山倒吗？这有动机也有嫌疑，但是光凭咱们这样也空口无凭了，对吧？有了，既然咱们现在找不到柳千鹤，不如就先去找找能找到的人。我在将军府上不是有一个大好妹妹吗？我先去找她叙叙旧。你确定皇上不会回医院？既然记性好着呢，公主就放心吧。先打听过了，柳梅府近日深居简出，但每固定一段时间就会有书信送来，十分可疑。是吗？夫人，有您的信。你们2个还敢回将军府？娘，你说错了，不是回，是闯。你们2个想干什么？我喊人了，还给我！想要吗？我不给。干得漂亮！这是我们家夫人的信，你还给我！不就是一封信吗？那么紧张干嘛？哦，难不成你家夫人趁着将军不在的时候，误中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公主回来了。沈贤，我可真佩服你，众目睽睽之下被将军扫地出门，竟还有脸回来。我为什么没脸啊？当初可是我休的他，但是我没想到我不要的东西，你却还当成宝贝了。随你怎么说，被将军赶出去的人便不算将军府的人。来人呐，把这2个小偷给我打出去！住手！哟，都来齐了呀！我看你俩当真不知廉耻，奸夫淫妇还敢上门撒泼！柳梅府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怎么，敢做不敢认呢？这孩子都生出来了，还在这装无辜，也不怕让人笑话。原来真是你啊，柳梅舞！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诋毁孩子的事情。关我什么事？你少在这血口喷人。是吗？大夫，你看一下，在你正前面的这位是不是当日收买你的人？你可要想清楚了说，污蔑将军夫人可是罪加一等。怎么，你怕被他威胁啊？你难道就不怕被我威胁吗？你好好听清楚了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货真价实的皇室公主和观朝一品的大学士。你难道真的要为一个区区的将军夫人，不对，
将军侍妾，来得罪我和苏哲2个名动京城的大人物吗？你好好想一想，到底值不值？公主说的不错，今日你横竖都要得罪一人。倘若你知错能改，我与公主便不会追究你的罪责。但倘若你冥顽不化，就等着和柳氏一起锒铛入狱吧。公主饶命啊！舒大人饶命啊！是老夫一时鬼迷心窍，收了柳夫人的钱财，诋毁公主的。公主被赶出府之前已经怀有身孕，这孩子是将军的。你胡说！你们分明是串通好了，一起来摆我一道。我从未做过此事。来人啊，把他们给我打下去！怎么，都要反了吗？我说把他们给我打下去！柳梅武，别在这发疯了，他们又不是傻子，你真的以为你在这府中能呼风唤雨啊？现在我倒是有一件事情需要你解释一下。自从将军出征之后，你总是收到同一个人的来信，你与这个人呢已经互通书信多日了。那我是不是可以怀疑一下，红杏出墙的人是你呀？你少在这血口喷人。先别着急骂人，我只不过也是合理推测，毕竟我跟苏老师只是相熟一些而已，就被你造谣成连孩子都有了。那你既然跟这个来路不明的人私下通情，我怀疑一下也不过分吧。你少在这搬弄是非，这分明是我跟兄长的来信，我怎么可能跟我的兄长红杏出墙呢？你的兄长？那可是柳相之子柳千鹤。各位，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柳梅武原名柳千雪，是相府被治罪之后才被将军收留到府中的，而他的哥哥是被流放北境的柳千鹤。可是他已经死于北境了，难道他还活着？你到底想干嘛？各位，事情你们都已经知道了，我与梅武还有一些体己的话要说，就不耽误各位了，大家散了吧。柳梅武，你是不是没有想到自己还有求我的一天啊？原来你上门捉奸是假，套我话才是真的。所以你连挣扎都不想挣扎了，直接承认你哥哥还没死。承认又怎么样？你们现在也找不到哥哥，哥哥终将会实现他的计划，柳家大仇也终将得报。报仇？报什么仇啊？当初明明是柳相趁新帝根基不稳，妄想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所以柳家被治罪理所应当啊，报什么仇啊？随你怎么说，哥哥已经将一切安排妥当，过不了几日，那狗皇帝的位置便会不保，皇室欠我们柳家的，我都会一一拿回来。所以是你纵容他挟图叛国，让叶良铁蹄踏破大楚。是大楚不仁，就休怪我柳家无义。好，这些你都不在乎，那秦如良呢？秦如良的死活你也不在乎了吗？不会的，哥哥答应过我，不会伤如良性命。梅武啊，梅武，你不会傻到连这些都相信吧？你哥哥献的是一整个北境的边防图，地形要塞、兵力驻扎一清二楚。如今秦如良奉旨北上，能有什么好不猜？最坏的情况无非是大军溃败，如良身为主将，怎会有性命之忧？哥哥说过，定会优待于他的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爱慕秦如良，可是你一点都不了解他。秦如良，他根本就不会临阵逃脱，更不会束手就擒，屈服于敌国。就算没有胜算，他也会战到最后一刻，流尽最后一滴血。这样的一个人，
叶良会放过他吗？不会的，将军答应过我会平安归来的。你也太天真了吧，柳眉舞！就算他能活着回来，他也能逃过死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大军在北境迟迟不得进展，皇上听闻此事颇有微词。如果真的兵败了，就算秦如良活着回来了，他也会激怒皇上，给他治一个领兵不力之罪。柳眉舞啊，你简直是把秦如良往死路上逼！不是我不是。柳眉舞，只要你现在告诉我柳千鹤在哪，或许还能救秦如良一命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也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哥必须活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皇上，臣与静贤公主已经查明，北境边防图乃由柳相之子柳千鹤暗中献与叶良，此人亦是此前入宫行刺的刺客。他个柳千鹤，朕当初留他柳家一命，他不知道感恩，竟然还敢投敌叛国。皇兄，据柳千鹤的妹妹柳千雪所供述，柳千鹤现在人在北境，需尽快擒拿，才能及时止损啊！传令下去，从即日起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将柳千鹤捉拿归案。是。是。放心吧，阿贤，柳千鹤的图谋已经败露，秦如良只要抵过这阵，应该不会再有事了。突然提他干嘛呀？你虽嘴上不说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你心里还是有他的，对吗？他曾经那么对我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。报，正北大将军秦如良战死沙场，秦如良战死沙场，秦如良战死沙场。报，正北大将军秦如良战死沙场，秦如良战死沙场，秦如良战死沙场。阿贤。公主，末将没能把将军带回来，对不起公主。你的意思是，秦如良死了？我军遭叶良军围困，将军为大军能够突围，独自带领一支轻骑吸引兵力，不曾向军中有细作泄露消息，以致将军一行人被逼上山崖。将军宁死不降，最终落下山崖。我等在事后找寻多日，却连将军的尸身都没曾找到，只带回了衣冠冢。死了好啊，死了好啊！秦如良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不是要与我不死不休吗？你不是要好好为你父亲报仇吗？这么多伤都没算吗？你怎么就走了？欠我的拿什么还呀，秦如良？你欠我的。将军，怎么会这样？将军，都怪你！你为什么不遵守诺言？我已经将哥哥的消息告诉你了，为什么将军还是死了？你凭什么指责我？这一切都是你跟你哥做的，都是你害死了秦如良。我没有，我怎么会想让将军死呢？我不是我，
来人啊，将柳眉舞关进房里，葬礼也不得开门。不，你们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沈仙，你不能不让我参加将军的葬礼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你不是说你把真钱都给了他吗？那我就让你没资格给他送葬，为了让你后悔一辈子。沈仙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没有，你从头到尾都输在我柳眉舞手里。你难道不想知道你和将军为何会走到如今这一步吗？你可知当年你和将军明明两情相悦，却为何在一朝之间互相疏远？是我多次以你的名义约将军出来，然后又次次告诉他你来不了了，让他对你的期待落空。也是我告诉他你根本看不起他，然后他就信了，自卑自伤的赴军中历练。沈贤，知道你们再也见不上面的时候，知道我有多开心。你还有秦老将军的死，那也是哥哥为了父亲报仇而做的。当年父亲被揭发，也有秦老将军的一份功。哥哥找人在半路杀了他，然后理所应当的推给你这个前朝公主的旧部，将军也理所当然的将你认作为杀父仇人。沈贤，这些真相他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了。将军永远都会以为你是他的杀父仇人，也永远以为你生的孩子不是他的，他到死都觉得是你背叛了他。沈贤，你从来都没有赢过我，这些真相他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了。将军永远都会以为你是他的杀父仇人，也永远以为你生的孩子不是他的，他到死都觉得是你背叛了他。沈贤，你从来都没有赢过我。是你啊，真的是你。阿仙不可！你放手！阿仙，我知你现在的心情，但你不能冲动。皇上对我家兄妹问话，如果你现在杀了他，皇上会起疑心的。你们留着我是希望我出卖哥哥吗？我不会给你们这个机会的。还有我。秋风起，谁在叹息？眉目里，阿仙，爱恨交集，容颜旖旎，淡化了风景，生一场锦绣传奇。这些是你从小最爱吃的。你曾说，不管有多大的烦恼，只要吃上一口，烦恼立刻消解了一半。若是不行，那就多吃几口，这样就永远都不会有烦恼了。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如果事事都能那么简单的话，就好了。其实柳眉舞把真相说出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，至少这样我们就不用去猜这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了。阿仙，你没有错，他也没有错，错的只是那些搬弄是非、不择手段之人。是啊，我们都没错，只不过是伤害彼此最深的是我们自己。多可笑，这样纠缠分了那么多年的人，到头来竟全都是误会。
秦如良，我真的很羡慕你。你才知道这一切真相后便甩手而去了，而我呢，知道一切我要留在这里饱受折磨。如果没有这些误会，你是不是就会选择秦如良？将军的后事还需公主来操持，请公主以将军夫人的身份主持葬礼吧。我已经跟他和离了，我有什么资格替他操持？公主那日确实留下了和离书，可是将军直至出征也未曾在和离书上签过一个字呀，更是未将和离一事上禀皇上。所以说，时至今日，公主殿下，您仍是我们的将军夫人啊。他不想跟我和离吗？就算我承认孩子不是他的，他也不想和离吗？不瞒公主，将军虽然平日里表面上总是与您针锋相对，可是他最关心的人恰恰也是公主您呐。只是碍于杀父之仇，将军不得已只能将这份情感深深地压抑在内心的最深之处。现如今真相大白，我想将军在九泉之下也是欣慰的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敬贤节哀。如良是为国捐躯，朕理应来送他最后一程。将军，你还活着！秦如良，你没有死，让你失望。你既已将计划全部告诉我，我又怎可辜负你的一片苦心呢？是你！我已经在京城安插了大量人心，不日便能取那狗皇帝的性命。你在地下安心待几日，你的主子很快就下来陪你。我重伤跌下山崖，大难不死，既已知道你的全部图谋，便将计就计，假死回京，扮作侍卫，守在皇上的身边。我与皇上商议之后，决定以我的葬礼为诱饵，引蛇出洞。你果然上当。秦如良，你比你父亲要聪明，你敢替我父亲？你都知道了。刘夏河，我只问你一句：你为报仇杀害我父亲，却又为何将这一切推到了敬贤的头上？你不觉得敬贤是最合适、最有动机的人选吗？你父亲追随新帝，被公主的旧部追杀，合情合理。再者说，你跟沈贤有不共戴天之仇，那我的千雪便也会开心的。所以你们兄妹自始至终一直在算计我与沈贤。我竟现在才知道。千雪，哥哥未能完成大业，哥哥对不起，哥哥对不起。但今日，哥哥必为你复仇。阿贤，这一次我终于护住你了。
四折，太医，快转太医啊！秦将军，此人不能杀，还需从他口里撬出潜伏在咱们大楚的奸细。苏老师，你醒了？你一直守在我身边。你是为我受的伤，我怎么能看着你不管？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昏迷1个月了？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醒了就好。阿贤，这1个月你都没去找他吗？我找他做什么呀？我以为你们的误会解开了。阿贤，我很高兴，醒来之后你还在我身边。你可以和我在一起吗？苏老师，果然，我一直都没有走进你心里。去吧，你去找他吧。我不希望因为我的伤而谢恩图报，也不希望你留在我身边是因为愧疚。你心里始终有他，不要再因为什么旁的而错过了。对不起，谢谢你啊。公主，你要去哪儿？将军府。啊，公主，你等等我。秦有良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此间失礼，我已向皇上递交辞呈。如今我也不再是大将军，也该离开这个将军府。所以你打算不回来了？京城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也许只有我离开，对你我才好。沈仙，我这过去的种种都是我的错，我也没有办法弥补，只希望你以后过得快乐幸福。苏哲他应该会照顾好你的吧？后会有期。秦有良，你给我站住！所以你打算再次丢下我，丢下孩子？小腿是你的孩子，你要打算让他这么小就没爹吗？你还愿与我一起？我10年前就愿意了。公主，你们先继续，我带小腿先上车。都怪你，人不早点来找我。